跟国内绝大多数的考古发现一样，广州古墓的出土也是源于一次施工建设。那是20多年前的一天上午，1983年6月9日，广州象岗山工地终于安静下来了。推土机在这里已经工作了3年，一座海拔50米的石山被削去了1/3，平整出的地皮准备要盖几栋宿舍大楼。惊喜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一位工人的锄头挖到一块硬物，震得他虎口发麻。当他低头看去，铁锄下竟是巨大又整齐的大石板，石板向周围延伸，一块块连成一片。工人们沿着石缝往下挖，下面黑洞洞的，似乎有一座地下建筑。施工紧急停止，市考古队赶到现场，等围观的众人散去，考古队的工作开始了。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？透过石板缝借助手电筒的光线，考古人员隐约见到一些锈迹斑斑的青铜器。从造型上看，似乎是战国年间的铜鼎。离铜鼎不远，还有几件陶器，都是西汉初年越国时期的器物造型。而在西边石墙上，还有朱墨两色彩绘的云气纹。考古人员为这一发现兴奋地欢呼起来。凭借眼前的这些器物，可以简单判断，这应当是一座汉代时期的大墓。史籍记载，秦汉时期，广州是一个地方王国南越国的都城。难道眼前的这座大墓，竟是尘封了2000多年的南越王陵吗？追溯200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，可以从一条人工运河的开凿说起。这是秦帝国时期修造的一条人工运河灵渠。几十公里长的灵渠贯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，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。但是，灵渠的修造在当年完全是一项军事工程。史籍记载，在秦灭6国一统天下之后，试图南下征服岭南地区，但是岭南五岭山脉形成的天然屏障，让秦军的步兵骑兵完全丧失了优势。在长达数年的拉锯战中，秦军浮尸流血数十万，而战事却依然久拖不决。一项大胆的决策出现了，开凿一条人工运河，保障50万秦军的后勤粮草。而就在灵渠凿通的那一年，岭南地区如事先筹划的那样，正式纳入了秦帝国的版图。但是，秦国这个空前统一的版图，在短短数年之后便分崩离析了。在秦末农民战争中，驻守岭南的秦军将领赵佗趁机割据岭南，南越古国就此独立。直至汉王朝统一中原，南越国依然是独霸一方的地方王国，而它的都城就在今天的广州市。那么，2000多年后，惊现于广州闹市区的古代大墓，是否就是当年南越国开国君主赵佗的陵墓呢？2个多月后，在国家文物局的批示下，考古队进驻象岗山，古墓的正式发掘开始了。起重机轰鸣着将墓道中的一块块巨石吊走，一条长度超过10米的长方形斜坡墓道展现在大家眼前。
在靠近墓室门口4米多的地方，斜坡开始转为一个平底的树坑。就在这个树坑中，考古人员收获了第一个惊人的发现。树坑中残留着棺椁和2个殉葬人的徽记。这种在墓室之外葬有殉人的汉墓，在广州乃至整个岭南地区都是首次发现。除了殉人，墓道中还发现了铜器、陶器等殉葬品。当地宫前世的文物全部清理之后，发掘人员将清理重点转移到了墓葬的耳室。耳室在墓葬中往往起着仓库的作用。东耳室是放置宴乐用具的处所，摆放着铜器、铁器、陶器等各种器物，一眼望去让人眼花缭乱。其中最耀眼生辉的当属2套铜编钟，虽然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侵蚀，却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2套编钟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在北墙壁的下方。在清理时，考古人员对2套编钟轻轻叩击，钟体发出了庄重典雅的声音。虽然经过2000多年的掩埋，却风采依旧，声韵不减。在青铜编钟的一旁，由耳室的前部往后排列着2套共18件石质边磬，以及铜壶、方等用来盛酒水的器物。从整个东耳室出土的大多数器物看来，很明显，那些盛酒的容器、伴奏助兴的钟、磬，以及用于娱乐的6拨旗，都标志着这里是一个盛大而豪华的宴会场所，也折射出这个场所的主人的确是气度非凡、霸气十足。那么，这座汉代大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谁？难道真是人们千百年来苦苦探寻的南越王赵佗？如果不是赵佗，又有谁会有这番气象呢？当考古人员在东耳室清理到最后一种器物时，蒙在墓主人脸上那块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了一角。在东耳室后壁存放着一套青铜钩吊，是吴越的一种乐器。钩吊上刻着“文帝9年乐府公造”。据史料记载，只有南越国第2代王赵胡曾经自称为文帝。就在考古队员众说纷纭的时候，又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出现在大家面前。在清理西耳室的时候，先后发现了2枚有帝印字样的封印。帝印当指皇帝之印，照此推断，墓主人应当就是一位南越国的君王。史籍记载，南越国立国93年，传承了5代君王，而其中称帝的只有第1代王赵佗和第2代王赵胡。那么这位称帝之人到底是赵佗还是赵胡呢？随着清理工作的进展，又一个发现让考古人员更加感到困惑和不解。一枚刻有赵墨的印章被发现了。从形制上断定，这枚印章应当是墓主人的名章。可是，在所有涉及南越国的史籍记载中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赵墨的名字。这枚印章的出现，使墓主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。随着墓葬的发掘，一个戏剧性的高潮出现了。
考古人员在主墓室的一块大玉壁上，发现了一件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金印，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，赫然铭刻着4字篆书：“文帝行喜。”一件2000多年前的镇墓之宝，终于横空出世。文帝金印的出土，使得墓主人的身份之谜真相大白。毫无疑问，象岗古墓的主人就是南越国第2代君王南越文帝赵胡。而对于墓葬中出土赵墨字样的印章，考古学家推测，胡是汉文的名字，而墨则是南越方言的越音名。赵胡和赵墨其实是同一个人。这样的推测随后也得到了医学检测的证实。考古人员通过对墓主人残留的头骨和牙齿做了测定，发现墓主人生前年龄大约40岁左右，这与史籍对文帝赵胡年龄的记载也完全相符。汉代上层贵族盛行佩玉之风，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南越国沿袭了这种传统。在这座墓葬中，后人看到了汉代最完整的玉组佩。墓中出土了11套玉组佩，其中以南越王赵墨的玉组佩最为精美。它一共由32件不同质料的玉器组成，长达60多厘米，是目前汉代玉组佩中最华丽、最复杂的一套。而其他的玉组佩则分属于南越王不同的妻妾。他们生前的地位直接决定了死后随葬玉器的等级。其中最受宠爱的右夫人，不仅拥有2套玉组佩，而且精美程度也仅次于南越王赵墨。而在墓中出土的各种玉佩中，最独特的莫过于这些玉物人了。每件玉物人
似乎都让后人看到了汉代优美乐舞定格的那一瞬间。那些年代久远的舞者，身姿纤细婀娜，长长的裙摆拖曳在地上，而其中最显眼的是那高高飘去的长袖。古人所谓长袖善舞，或许正是这种舞者的形象。汉代是我国历史上音乐舞蹈繁荣发达的时期，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大量的乐器和玉舞人，可见乐舞在当时的南越国应当也是盛行一时。装饰的目的没有其他目的，因为汉代贵族妇女喜欢唱歌跳舞，后妃经常都有这个天才的，所以这个乐舞在汉代非常流行，这也可以证明汉代的音乐舞蹈是很发达的，连乐器上面都能够体现出来。乐器在汉代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功能，那便是用来护佑死者尸身不朽，灵魂升天，古人称之为葬玉。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大量的葬玉，从中我们也能看到汉代独特而丰富的葬玉制度。当年，考古人员在墓主人的尸身位置发现了大量的小玉片，最初人们还困惑于这些玉片的用途。等到完整的取回博物馆，经过3年时间的复原，终于恢复了它最初的模样。原来，这是一套用丝线串联的玉衣，全长1.73米，花费玉片2200多枚。这是汉代最高规格的随葬品。古人认为，玉器是大自然馈赠的宝物，它凝结了天地的精华。把玉片覆盖在死者的不同部位，便可以追求死后的尸身不朽。在文献记载中，古人甚至说要将玉片像鱼鳞一样遍布人的全身，这样人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能在玉器的保护下走向永生。这种说法或许正是汉代先人制作玉衣的初衷，也正是基于这种追求不朽的祈愿，汉代玉衣盛行一时。1968年，河北满城汉墓出土了2件金缕玉衣。1973年，河北定县出土了一套金缕玉衣。1983年，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一套用丝线穿联的玉衣。1994年，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了2套金缕玉衣。在当年，随葬玉衣是最高等级的葬礼，没有朝廷的许可，即使地位很高的官员也无法享用这个特权。有一个宦官的父亲穿了玉衣巡葬，被人家告发了，这个墓都被挖出来，这个尸的话就得重新斩首啊，坚决不允许的。南越国当年曾经在名义上臣服于汉王朝，这件墓中出土的玉衣很有可能就是汉朝王室赏赐给南越国的。为了护佑墓主人死后尸身不朽，灵魂升天，
古人在制作玉衣的时候，在头顶部位还镶嵌了一块青绿色的玉璧，这种玉璧古人称为玄璧。汉代先人认为，玉璧中的圆孔是死者灵魂升天的通道。可以让灵魂出入的玄璧，不仅被镶嵌在玉衣头部，它还被用作藏玉。考古人员清理完玉衣后发现，南越王赵默身上摆放了12件玄璧，而背部则垫了8块玄璧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陪葬了大量泥土烧制的陶币。胸部也铺了玉璧，背部呢也垫了玉璧。至于玉璧呢，我们认为呀，汉代呢它的供养比较多，除了祭祀礼仪用于的璧以外，璧也属于葬礼的一部分。而墓主人死后的枕头，则是用一袋珍珠做成的。天然形成的珍珠，在古人看来，也有着和玉器一样的神性。它们也同样在保佑着墓主人的尸身不朽。南越王赵默祈求生命不朽的愿望，还表现在其他的器物上。这件精致的玉器有着特殊的用途，今天的学者称它为盛露杯，据说是汉代先人用来承接露水的。古人认为，人间的露水是神仙施降的，饮甘露则可以不朽。而古籍中就曾记载，汉武帝曾经专门搭建了一座高台，上面安放盛露杯，用来承接云雾中的露水。到了清代，酷爱玉器的乾隆皇帝还根据这段历史的记载，专门修建了一座盛露台。在今天北京的北海公园里，它已经成了一个著名的游览胜地。秦汉时期，上层贵族盛行服药求仙的风尚，因此也有专家据此推测，这件盛露杯也可能是用来服用丹药的特殊用具。因为在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炼制丹药的五彩药石。有趣的是，就在汉代之前的秦代都城阿房宫遗址，还出土了一件与南越王盛露杯极为相似的玉杯。或许，专家关于玉杯用途的各种猜测，并非仅仅只是一种猜想而已。据史籍记载，在汉代不仅流行服用仙丹，有的贵族还推崇服用玉屑，也就是用玉碾成的粉末。他们认为，将玉屑加在甘露中饮用，是最好的求仙升天之道。因为汉代炼丹的这个观念，道教的炼丹的丹里面许多也是矿物质的呀，所以玉也是矿物质的一种，所以可能这个跟炼丹这个观念有关系。在墓中还出土了2套类似于今天捣药工具的杵臼，它们或许就是南越王当年加工五彩药石和玉屑的工具。当考古人员仔细地清理完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数千件精美器物，他们发现，这里的大量文物都改写了我国考古学上的记录。这是一件玻璃制品，对于它的来源和用途尚无确切定论。墓中一共出土了22件，它们是我国年代最早的平板玻璃，对研究古代玻璃工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。这是当年的砚台和墨丸，考古学家做过实验，这些墨丸直到今天依然能研磨出浓浓的墨汁。
博物馆中陈列的墨色二字，就是用这些墨丸写成的。这是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墨丸，一共出土了4000多颗，对研究古人早年的文房用具提供了重要的材料。这些鎏金的铜构件是一个屏风的底座，考古专家根据遗骸复原出的屏风极为华丽。它的高度1.8米，宽度接近3米。这是汉代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实用屏风。根据史记记载，制作这样一件漆屏风，在古代需要万人之工。最让人们吃惊的是，墓中出土了一些明显带有异域风格的器物。这件银盒以蒜瓣纹作为装饰，与中原地区的银器风格迥异，但在同时期的西亚波斯帝国，相同的银器却极为常见。难道当时的南越国与波斯帝国已经有了商业往来？而更让人惊讶的是，墓中还出土了大量非洲象牙。2000多年前，距离如此遥远的非洲象牙是如何运送到南越国的呢？这是南越国时期最常见的一种随葬品，它是一艘海船的模型。考古学家推测，南越人大量使用海船模型随葬，而用牛车、马车随葬的却很少。这突出反映了南越国的水上交通比陆上交通发达。在南越王墓发掘之前，考古人员在广州就曾发现过一座秦汉时期的造船遗址。出土的木船构件表明，当年的南越国已经有了在南越王墓发掘10多年后，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。1995年，在广州市中心的另一处施工工地，人们寻觅已久的南越国宫廷建筑遗迹被发现了。最先出土的是一处石构水池和大量瓦当。第2年，就在石构水池附近，在一次施工中发现了一段150米长的石渠，渠壁全部用红砂岩铺砌，渠里是大小错落的鹅卵石。这条人造石渠陡折蛇形，恰如北方黄河的走势。这是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，走进人们视野的
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园林实景遗址。它是2000多年前南越国的宫廷御花园。随后，更多的南越国遗迹在附近几百米的区域内被发掘出来。一个当时宫廷使用过的水井，还有回廊的散水、大型的空心砖和公属地砖，以及大量的万岁瓦当。考古学家认为，从大量出土的建筑构件可以判断，南越国时期已经有了非常高的建筑水平，而有些建筑工艺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汉王朝。更重要的发现随之而来，在园林遗址西侧，考古人员又发掘出了南越国的1号宫殿遗址。根据考古测算，这处宫殿遗址占地约有15万平方米。宫殿遗址区分布着严密的排水系统。今天，这些密集的南越国建筑遗址，有的被严密隔离起来，等待进一步的发掘；有的则融入了广州现代化的建筑之中。在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北京路，考古工作者通过勘察发掘，这是一道层层叠压着的城郭道路遗址。不同朝代的砖石路面还保留着当初的样式。考古证实，这条马路最下面的一层正是南越国的公署走道。但是令人遗憾的是，这组有着宏伟建筑的宫殿群，与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宫殿建筑的命运一样，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被焚毁了。这是南越国宫殿中的一口水井，出土时井口被焦木和残破的砖瓦封堵，这些器物上被火焚烧的痕迹十分清晰。它让今天的人们触摸到了那场触目惊心的战争。公元前112年秋天，就在南越国与汉王朝分庭抗礼92年之后，他的命运将要改变了。这一年，汉武帝清除了北方匈奴的边患，他要开始实现他另一个多年的夙愿。20万大军在南越国北方集结起来，他们兵分5路，越过岭南山脉，直逼南越国。战争异常惨烈，双方僵持了1年多时间。最终，在汉朝大军的强大攻势下，立国93年的南越国结束了它的历史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强大的汉帝国完成了它跨越黄河、长江、珠江3大流域的统一战争，并最终奠定了中国辽阔的疆域。而伴随着古老中国从大割据迈向大统一，岭南屹立近100年的南越国被正式划入了汉帝国的版图。